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钱子好，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前海军舰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格陵兰这一期的《经济学人》封面呐、就是以这个川普赤裸着上身，骑着北极熊这样子作为封面。它的标题是这么说的：说川普造成真正威胁他指出川普想要并吞格陵兰，这个举措仅仅是战术撤退，更深层的风险在于他对于欧洲盟友的轻蔑态度，还有短视的世界观可能削弱跨大西洋同盟的信任，因为所有的盟友都被他给得罪光光了。所以《经济学人》这一篇里头长篇累牍的写了很多，包括也讽刺川普说，你只会炒房地产，可是你这个所谓的世纪交易有可能跟以前一样，表面看起来光鲜亮丽，可是实际上负债累累，隐藏着巨大的成本，最后失败告终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世界的这个对川普的评价跟评论是这么的不堪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协议因为川普突然退缩了，突然缩手了，说是其实有一项协议说这个协议里头呢强调将拥有所有我们需要的军事准入权所以我们想要干嘛就干嘛，我们军事在这边做什么样的布置都可以。那这个传说中的协议，照理说主角应该要知道可是格陵兰的总理尼尔森说我不知道因为记者都跑去问他嘛，说听说吕特跟这个川普见完面之后有一个这样的协议，协议内容是什么呢？他说我不知道内容，不能在这个没有格陵兰的状况下达成任何的协议。这个也跟这个泽伦斯基现在的处境一样美俄如果有什么协议，也要让乌克兰参加。可是很可惜的，这个世界就是强者为大。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丹麦有一名老兵很心寒他说在911事件的时候，丹麦是毫不犹豫的支持美国，可是现在呢，我们变成可以牺牲的对象。所以他们觉得非常的悲伤，也很错愕那可是美军当然它是全世界现在看起来在军事力量上最强的国家。那在极地，你有这么强吗？我们来看看《泰晤士报》怎么说。他说，美国几乎没有适合北极地区的军事资源或者是经验，在破冰船的技术也要依赖芬兰。所以可以看到，所谓的联合军演其实某种程度是很拉惨的，很掉漆的那现在美国跟欧洲的关系已经全面死亡了吗？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个欧洲川普先警告，他说如果你欧洲敢抛售我们美国资产，抛售美债，我们会采取非常严厉的报复手段先来一个威胁。那在这个达沃斯论坛，我们看到卢特尼克美国的商务部部长在致辞的时候呢，很大力的批评了欧洲的能源政策，说欧洲在全球舞台竞争力下降欧洲中央银行总裁有一位这个总裁叫做拉加德，很生气愤而离席。现场还有人发出嘘声真的是非常没有礼貌，所以这场晚宴提前结束。而另外我们看到呢，欧洲右翼现在开始跟川普切割了。过去欧洲的极右翼因为他们的主张跟川普某种程度是吻合的所以这个关系还算紧密。现在他们在格陵兰的事件冲突之后认为这个川普实在是跟他们的理念也不太相合，所以已经转向了，调整他们的论述以应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敌对氛围，而且开始模仿自己原本所厌恶的中间派领袖，变得比较温和了并且强烈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修辞。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前欧洲理事主席米歇尔他怎么说。他说我们选择了拍马屁外交，过去几个月他们是在拍这个人的马屁，结果如何呢？就是助长了越来越多的野心，还有越来越激进的言辞，根本行不通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后悔了普京现在跳出来说，我帮你川普算好了，如果你要用买下格陵兰，我帮你算了一笔账。我们来看看。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купили у нас Аляску за $7,2 миллиона США. А
Площадь Гренландии, она чуть больше. С тогдашними ценами на золото эта цифра была бы больше, наверное, к миллиарду. Но я думаю, что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потянут и эту цифру. 哎，请教赖老师。对于俄罗斯来讲，其实普丁有讲过啊，他认为当时美国买下这个阿拉斯加是一笔违法的一个交易啊，因为他说虽然沙皇是自愿的把这个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但是沙皇没有这个权利把一个国家主权的领土卖给美国，所以普丁曾经说这笔交易是违法的啊，因为沙皇背叛了自己的国家，所以这笔交易是违法。那但是问题就在于他没有能力把这个阿拉斯加收回来。那他现在看到的就是川普看上的格陵兰。那格陵兰即使格陵兰人也好，或者是丹麦人也好，如果也想把这个自己的土地卖给这个美国的话，那同样的情况这也是违法的，因为国家的土地是不能够买卖的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如果说今天这个俄国的土地是可以买卖，那格陵兰的土地也可以买卖。如果格陵兰的土地是不可买卖，那俄国的土地也是不可以买卖啊。那你这块土地也应该要还给我啊。所以我等于是我可以用当初720万美元，就是现在10亿美元的方法，那我就把你买回来不就好了？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美国川普肯把阿拉斯加卖还给这个普丁吗？不可能的，他拿走了他就不会还了。那现在的情况是，阿拉斯加的人愿不愿意把他的土地交还给这个俄罗斯，然后他们再搬到美国来居住我想这个也要问当地的人了哈。所以我个人觉得这又是一笔历史账，但是这笔历史账却被川普所挑起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国际的消息其实是欧洲的新闻，也就是欧洲的态度。那也就是说，并不是表示非洲的态度。非洲人到目前为止对川普跟欧洲的闹翻他们是保持安静，都在看。亚洲人也在看亚洲人大部分，你看日本、韩国也没讲话那台湾赖清德也没讲话都没有讲说你川普你这样做是不对啊。我没听到高市早苗说川普你这样做不对，我也没有听到李在明说，我也没听到赖清德说，我也没有听到这个印尼他们有说什么话都没有。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对川普有意见的是欧洲人的意见，这个是欧洲人意见代表国际意见，还是只是欧洲人的意见？我觉得我们观众朋友要分清楚，很多的时候欧洲人都认为他们代表国际意见，其实那是你们欧洲人的意见，不代表国际意见。不要忘了，由于常常我们的新闻来自于欧洲，来自于美国，所以我们都认为欧美就代表国际意见，没有，因为绝大部分的国家都在观察美国跟他自己的盟国在闹翻了以后的后果是怎么样。为什么？因为过去美国的盟国欧洲都追随美国去侵略世界各国，例如说他们去打阿富汗，大家都说这是一场侵略性的战争，打伊拉克、打叙利亚、打利比亚，所有的战争都是欧洲追随美国去打。现在美国箭头对准他自己的盟友的时候，他们就叫翻天。可是很多中东的国家会认为说，奇怪以前你们来打我们的时候你们都不叫翻天，你们都觉得我们该死。现在川普把箭头对你们的时候，你们就叫翻天了。那你们不也应该死吗？因为当时也都是你们追随美国这样做的。所以我个人是觉得，你们可以看到2个标准就没有标准了。那也就是说，现在是美国跟欧洲他们在国际间的影响力，他们破产了。也就是大家会想起，当初都是你们在欺负我们，现在你们被美国自己在欺负的时候，你们就呼天抢地。那你们当初欺负我们中东国家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呼天抢地？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件很荒谬也很可笑的事。也就是今天川普的箭头对准欧洲的时候，那你看到大家在问另外一个问题了，那川普跟吕特，也就是荷兰的前首相，现在的北约的秘书长，你们到底有什么秘密的协议？因为川普说，我跟北约的秘书长已经签了一个协议框架了，然后他甚至还说，这一个北约的秘书长比你所有欧洲的各国的领袖都还要重要，都还要好，那就代表
他们有一个秘密的协议。可是这个秘密的协议有没有绕过丹麦？确定我们知道他绕过格陵兰了，因为格陵兰的总督说，我完全不知道。可是问题是，丹麦的首相跟丹麦的外交部长没有站出来说，我完全不知道。所以换言之，也就是丹麦是不是已经有跟吕特他们有一个跟川普的秘密协议，说可不可以你不要把我整块格陵兰拿走，你就拿走你要的那几块。那如果你要的那几块我都给你，其他的你都不要拿，那会不会这是他们秘密的一种协议？也就是川普后来所说的这个框架协议可能可以接受，也就是我不出兵了，我也不课关税了，格陵兰的主权还是归你丹麦所有，但是有很多我要的地都成为灰地，主权不再属于格陵兰，也不再属于丹麦。对，主要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秘密协议的内容是什么。对，来请教董哥。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啊，川普他的个性就是大张旗鼓啊，就是说你们这些不支持我拿下格陵兰的这8个国家，我要跟你课重税。那现在撤了啊，经济学人说这叫战术撤退啊，就是很吻合川普的切克啊，是不是？大家可以看到就这样。那当然了，川普这回他等于说在欧洲他做下这个事情其实你可以看到，虽然刚刚老师讲说非洲、亚洲大家都没有反应那当然欧洲的反应是很大的。过去我们在读书到现在这几十年了，2次大战以后认为欧洲是最富庶的欧美是最文明的那现在看到这两边大家一来一往其实看起来觉得很过瘾老实讲，因为他们过去自以为大，全世界前20大的媒体都是欧美我们看的不是 CNN 吗？对不对？看的不是《纽约时报》吗？《泰晤士报》吗？都是他们有话语权。那现在这些人闹得不可开交，只有一个人最开心他就是普丁啊。普丁说：“我非常赞成啊，川普要格陵兰，我非常赞成，和我们俄国是没什么关系然后他开始讲故事，只有他一个人是非常赞同。你知道川普要拿下格陵兰的理由是什么？中国大陆跟俄国都一直想来这边拦止啊，结果呢，反而是普丁最赞成。你拿我做借口，我反而最赞成。为什么？因为普丁也拿下了乌东啊，所以他让那2个国家独立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你川普，如果你动作越大的话，对我的正当性越够嘛，你怎么还好意思讲俄国侵略了乌克兰不好嘛？对不对？所以你今天看到了川普这些做法对很多国家来讲他是有鼓舞的。但是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川普对欧洲的态度从来就是一样。他认为说在北约里面，你们这些通通是寄生虫，都是靠美国在养的。那你们要打仗就是要靠我们。那大家可以看到，里面其实最近所发生里面，对台湾最有启示的就是告诉你，拍马屁是没有用的。从川普上任，各国争相去拍马屁，然后川普就态度很强硬，然后他现在告诉你，拍马屁是没有用的。全世界拍川普马屁最响的就是赖清德，对不对？大家看到了，还有那个诺贝尔和平奖的那个已经被人家整个诺贝尔和平奖要把他几乎就把他驱逐出境啊，就是可以用这样的字眼，就说你们这些人太可恶、太可耻、太可笑了。等等，诺贝尔的奖章可以私相授受吗？那是一个荣耀啊！那大家可以看到赖清德还有周龙泰，还有郑丽君，他们这几天的嘴脸其实你不要看他们怎么讲，怎么欺骗台湾老百姓，你要看他的对手怎么讲。对手讲当然就是卢特尼克最直白嘛，就是要讨我们的总统高兴，要让他开心，是不是？开心，台积电40%。那这5000亿进来了，这个是头期款，这些都是大家这几天在网络上或者在媒体上一再的看到，这就是卢特尼克他的嘴脸，他一个胜利者的嘴脸所以他秉持了这么开心、这么胜利的，他进入了达沃斯里面，他又开讲了，他开讲就羞辱欧洲人你们欧洲人意思怎么样？你们不像台湾人那么顺服台湾我们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他还可以敲锣打鼓赞美我们的总统，让他开心是不是？所以当他讲了这个话，为什么有很多人被他激怒了？你是什么东西
那你讲话怎么这么差劲？你美国怎么可以对我们这样颐指气使？所以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丹麦这一块，欧洲这些国家，它已经有一个共识了，就是说我们美国要设基地，几块基地给他有主权没关系，那其他人就算了，这就是他们现在共识。那这个会不会接受呢？还不知道。所以李特跟他谈的那个也是没什么用啦。虽然说你安抚他，但是李特讲的跟所有北约这些国家的想法根本是不一样，南辕北辙。是，来请教舰长。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国际情势啊，那我们要想一下，卡尼他在达沃斯论坛里面讲了什么？他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大国竞争的时代，基于规则的秩序正在消逝之中。正如修昔底德讲的，强者为所欲为，弱者逆来顺受，那弱者只能拍马屁。那前欧洲理事会的主席呢，他讲的更为直白啊，他说我们正处于十字路口，那我们是想永远做一个附庸，还是而且是一个受尽屈辱的附庸，还是想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其实我们刚刚讲说有关于川普在达沃斯论坛里面口无遮拦的乱讲，其实我建议大家到网络上去看他怎么样骂他的加州州长纽森的那个，连不该那个连我们一般聊天都不该讲的话，他连这一些有关人家的性生活啊，有关人家的私处，全部统统骂出来。所以其实川普真的很适合干一个国家元首吗？是个问题。现在大家都说，如果美国要这个格陵兰哪里就给哪里，那我们看看他会要哪里。他要的一定都是现在这一些已经融冰的这一个区域，但是这个区域大家不要忘了，这些通常都是居住区啊。那这些居住区，他只要发现里面有矿产，尤其是稀土的时候，他就都要。他们真的觉得这个地方这么适合作为一个军事基地，难道这一个格陵兰没有军事基地吗？它还真的有啊。那也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叫做图勒空军基地，现在改名叫做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啊。它其实是有一个标准的3000公尺的一个跑道，而且它在这个上面呢，还有这个类似我们台湾的乐山雷达站的这个长程预警雷达，它都一并俱全。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哦，也就是说，不像我们想象中的，好像只有在一个点，那这个点只有100多人哦，不是这样。它的这一个征收范围到底有多大呢？其实是整个北美，包含我们看到的这个加拿大，它其实都包含在内，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红色的部分，这个图勒也就是空军基地所在地啊。那现在我们这样子看呢，也就是说，美国它自己国家已经不再是所谓的资本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而且它现在不止国家资本主义，它还变成炮舰的一个资本主义，也就是我现在就是用这一个火炮把你的这个大门打开，我说要哪里就哪里，我说要把你的总统绑回去就绑回去，我说现在格陵兰我要哪里就是哪里。所以其实我们再想一想，一开始这个卡尼讲的话，如果我们现在那个不行动起来的话，其实不在餐桌上也就会在餐单上。那刚刚董哥说的对，我们台湾你可能在餐桌上一起讨论吗？不可能，你就是菜单。对，刚才舰长也提醒了大家，想一想，到底川普适不适合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他的言行他做的事情其实都让大家非常的傻眼。包括他一直想要成立一个叫做和平理事会就想要取代联合国的意思啦，发了一大堆邀请函结果到目前为止只有这些国家加入。19个国家我们列在这里，你看到包括亚美尼亚、亚塞拜然、巴林、保加利亚、匈牙利、印尼那沙烏地阿拉伯算是里面比较大的国家，而且其中有一半刚刚被美国限制移民签证就是美国都不欢迎这些国家的国民到美国去你这个可以看到包括 G7 或者是他的盟友，没有一个盟友来参加这个所谓的理事会。
所以你看到呢，过去马斯克跟川普也是麻吉麻吉啊，现在也在讽刺川普。哎，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I heard about the formation of the Peace Summit, and I was like, is that PIEC? You know, a little piece of Greenland, a little piece of Venezuela. We got one. All we want is peace. 好，地点同样是在达沃斯论坛。你看到马斯克直接说，你的这个和平啊 ，peace 还是一片的、一小片的 peace 哦，发音一样，可是意义大不同。的的确确啊，你来的国家这么少，你川普到底要搞什么？而且哦，其实已经可以看到世界大部分的国家对川普的评价是什么。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川普也对卡尼非常生气哦，因为卡尼不断批评他嘛，哦，刚才在座的各位都说过了，所以他撤回本来已经发给他的和平委员会的邀请。加拿大现在可能会往中国更加靠近，那我们看到呢，这个美国也有可能接下来还会再对卡尼祭出一连串的措施跟报复。可是卡尼显然没有在怕的耶，他在达沃斯演讲之后回击川普说。川普说，加拿大之所以存在，全靠美国，认为他们应该心存感激，并要求卡尼记住这一点。卡尼的回应是说，加拿大并非仰赖美国而生存，加拿大之所以繁荣，是因为我们加拿大人是自己国家的主人。讲了100遍，到底你川普听得懂听不懂啊？包括克鲁曼，他是经济学家，也是诺贝尔的这个经济学奖的得主哦，他就批评哦，他说川普真的是一个傲慢自大、无病呻吟，而且大致上只听自己夸夸而谈的一个人。因为这个演说，川普也做了嘛，各国的这些领导人物都在达沃斯论坛上有一些演说。你要把卡尼跟川普的演说放在一起评比啊，就是高下立见。卡尼他的演说有明确的目的，鼓舞其他国家团结起来对抗美国的经济勒索。所以不知道其他国家到底听进去了没有，大家会不会团结起来？现在还是个未知数。不过我们来看看加国总理哦，就是卡尼的启示哦，给了其他国家一些启示，包括芬尼总理、英国首相哦，也会接棒下周来访问中国大陆。而另外呢，77年来第一次历史性的一刻发生了哦。德国总理下定决心，必须要去中国。我们看到这是梅尔茨哦，他在达沃斯演讲中说哦，中国大陆是有远见的。我们来听听看。China, with strategic foresight, has worked its way into the ranks of the great powers. The United States' global pole position is being challenged. 好，还有阿根廷的总统米雷伊也在这个论坛上面呢说了，希望阿根廷跟中国继续保持经贸的往来哦。那中国大陆也大量采购，包括在拉美这些国家哦，所以去年的出口额创了历史新高，也挺过川普的关税冲击。所以阿根廷宣布了去年出口额创下历史第2高。巴西还有智利也公布了相关的数据，都说去年出口额因为中国大陆的大量采买都创下了新高。来，请教赖老师。中国大陆一直坚持国际间的问题应该都在联合国的框架下来解决啊。联合国有很多种机制，例如说联合国在处理安全的问题有安全理事会，在处理经济的问题有 WTO 啊，经济贸易等都有很多种各种的这些组织，那应该要尊重这个联合国的权威不管你再大的国家，只要进入联合国，大家是一律平等。那过去几十年来，大陆都这样的一个主张，现在怎么会突然间变成好像一个希望的灯塔？那这个是主要是因为另外一个大国美国正要摧毁联合国，要摧毁联合国内所有的会员国一律平等的这个主张。那就这样的一个情形，跟美国一样平起平坐的大国中国，在维护这个联合国的尊严，维护联合国的权威性，维护国际间的争端都在联合国来去处理，而且联合国内的所有的会员国的地位一律平等的情形下，它显得就额外的珍贵了。所以你会看到美国的传统的盟国，它往中国往大陆这边来移动，为什么？因为他们受到的是美国不平等的对待，
受到的是美国的屈辱、美国的羞辱，美国把它当成附庸国、藩属国，而不平等的对待他们。那美国不平等的对待他的盟国，他的盟国自然就往中国大陆这边的移动，希望另外一个大国能够起的一个保护他们的一个作用。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人类间坦白说，20次大战以后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一个大移转的一个情况这个移转的情况真的是让很多的观察家都发现，就是说旧秩序在瓦解中，新秩序在建构，而新秩序的建构的领导者是中国大陆，在领导这个新秩序的一个发展。那当然，大陆在这个部分里面要起更大的作用，要看大陆在这个部分在陆陆续续有这么多的领导人到中国大陆来访问的时候，大陆能不能提出他的这种新的价值观例如说，中国有一个传统以来几千年的一种价值观，就是人民爱物这个价值观。我觉得中国大陆可以在这个时候来推出一个新的人类间全球的新的价值观。那我们看到了现在的情况是，川普想把这个联合国踩下来，另外再搞一个太上联合国，那也就是所谓的和平委员会。可是很明白的，美国的盟国 G7 没有任何一个6国来参加，欧洲的大国也都没有参加，北约的大国也都没有参加，然后亚洲的不管是中国大陆也好，甚至日本、韩国、印度都没有参加，这个就让这个川普在这次达沃斯论坛里面推出所谓的和平委员会，参加的都是这些小国、边陲国，甚至这些彼此之间还互相在爆发战争的亚美尼亚跟亚塞拜然等这些国家，就显得非常的荒谬了。也就是说，川普的这个和平委员会就变成是一个自取其辱的委员会，难怪这个马斯克就直接羞辱直接讽刺川普。我不晓得这个川普这个回去以后听到马斯克这样羞辱他会不会恼羞成怒，回过头来又来去对马斯克下手，这个也很说不一定。不过卡尼在这一次的演说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人就站起来鼓掌，那也就是因为卡尼认为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用关税打贸易战不可接受。可是问题是，当美国一开始打贸易战的时候，加拿大也追随美国去对中国大陆打贸易战的，但是不是卡尼，而是杜鲁多。这个简直是有点荒唐的事。也就是说，最早美国对中国大陆打贸易战的时候，加拿大是站在美国这边去打中国的贸易战，结果现在反而是卡尼被美国修理了以后，他反过来去找中国大陆说我要站在你这边，我们要反贸易战。你可以看到这种西方人的这种虚伪性、两面性。坦白说，我越看是越看不下去。董哥，对大家记得加拿大加拿大在川普第一任的时候接受了川普的要求因为川普要对付华为嘛，中国大陆的华为顶尖的 G5的那个科技所以把孟晚舟抓起来了。那时候加拿大就是被死万的一条狗那你做了这事情得罪中国大陆你的一些谷物啦什么在那边就受到了影响了。结果美国有拿你当回事吗？没有。川普第2任上任以后，杜鲁多干不下去了，因为过去加拿大跟墨西哥跟美国签的这些 AFTA， 川普通通否认，而且认为这2个国家都在占美国便宜，一南一北2个国家都占他便宜这2个国家也吃尽了苦头了，所以杜鲁多就干不下去了，所以卡尼就上任了。那当然，卡尼接受了更多的羞辱。卡尼会上任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多数的加拿大人反美情绪非常高昂，他们觉得卡尼的态度是不亢不卑这个才是加拿大该有精神，怎么可以成为美国一个省？所以他用这个做主调，他选上了。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如果对抗川普，成为全世界一股力量，他变成在自己的国家，他就变成是一个当选的一个标杆了。但是大家都要把它回过头来想一想，现在欧洲很多人都看到了马克龙领导正在对抗川普这个就整个传统的欧盟社会，那当然也获得非常多人的支持
那川普认为说你们就是寄生虫哦，你们在北约在那个都是靠美国，当这些国家纷纷到中国大陆，大家看最近去中国大陆的络绎不绝，从泰国国王开始，50年来从来没有踏入中国大陆的泰王，然后进去了，对不对？大家看到了那最近当然了，大家会比较关注的，哇，英国的斯凯尔这些人都要进，德国总理也要进去，哇，是不是一个接一个络绎不绝？今天上午新闻就是习近平打电话给鲁拉，说我们南方共同市场我们一定要一起维护。当然这是一通电话了但是鲁拉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为什么？他是再度的连任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好像过去不管是美国很好的盟友，或者被他视为禁脔的人，现在通通络绎不绝的在中国大陆。为什么？因为川普告诉了全世界嘛，川普刚好就职1周年，他告诉了全世界这些重要国家的领袖，好像只有习近平一个人是讲话算话的，而且不会去侵略别人。美国是讲话不算话，勇于去侵略别人，看到别人有好东西就据为己有。台湾的台积电就是一个例子，5000亿所谓的投资也是一个例子。所以他要求的就是予取予求嘛，只要你家有好东西就是美国的，你不给我就用关税对付你，我就限制你的哪些东西进来，是不是？每一个国家没有一个跑得掉你看这回在格陵兰，连美国的母国英国都被报复克你10%，你再废话就克25%。虽然川普昨天取消了啦，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样，六亲不认，对不对？贪财好色。就是川普完全就是这么回事他现在把他被那爱泼斯坦那个他那些东西他都封锁起来，你知道吗？就是有在做一些不当的性行为，里面有川普的那个里面很多女孩子是未成年包括英国的安德鲁王子的名字都在里面。他为什么被英国皇家把他剔除？他哥哥把他剔除。所有的头衔全部剔除，为什么？太丢脸了嘛！川普现在是去掩饰，那要谁对他有意见譬如说过去的调查局长起诉要查他的起诉，对不对？你不配合把我那个调整的，我也把你调查。大家看到了，我们看整个联准会都被他搞得乌烟瘴气，这就是川普的行径，很可耻来，请教舰长。刚刚董哥说反正不听话的就起诉。我们在东亚一个多山的小岛，是不是也看到类似的状况？你不听话就起诉，然后不然就直接判刑那但是我们来看川普的和平理事会，一共21个国家，我帮大家稍微做一个 summary， 也就是第一个寻求第三邻国，也就是在中国以及俄罗斯的之外的一个邻国的中亚，以及希望和平的中东。那另外第三个买保险，那个买保险的，例如说白俄罗斯保加利亚，还有亚洲的这一个印尼以及越南。第四个臭味相投的阿根廷那也就是这4个。那其他的 G7 国家呢，一个都没有。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大家要想清楚，你是要变成上桌还是要变成菜单那我们讲说这一个有关于米莱，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臭味相投的，他讲了什么？他最近讲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一个贸易伙伴呢。这个贸易伙伴不是他拍马屁中国跟中国建交不需要拍马屁。他讲说，以去年而言，阿根廷对于中国的出口较去年成长了62%，但是相较于美国来讲，只增长了27%。那如果我们来看这张图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也就是相对于拉丁美洲，虽然以前中国大陆它对于这一个拉丁美洲的这一些贸易伙伴的增长并不高，可是后市很强那如果说我们讲到说，对于拉丁美洲它的一个商品贸易来讲的话，美国大家看到这个红红的这一个，也就知道这个是经济学人的图也就是说它的美国的重要性不断的下跌，但是中国已经形成了黄金交叉了。所以我们这样讲
这个也就是米莱，他虽然是臭味相同，可是他还是要讲大实话。但是我们想一想啊，德国总理他现在说，他现在要去2月的时候，他要去中国大陆访问。可是我们想一想，他在去年1月就任之前，他讲什么？他警告企业不要投资中国。然后他在去年的11月，很近了吧？他讲什么？他讲说6G 不要用中国的。现在他叫不要投资中国的企业要跟他一起去中国，然后他要组织一个高级经济代表的一个那个访问团。我想请教，他们是从这一个美国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上面得到了什么样的启示？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持续在施压日本。包括中国商务部昨天也宣布了，所有军民两用的物资啊，这些物项禁销日本，制止对方在军事化的企图。而另外呢，日本驻重庆的总领事已经空缺了超过1个月，可是呢都没有派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就说了，对，因为这个处于空缺这件事情，是因为北京没点头他本人没有承认，可是日本媒体是这样曝光的，说是背后的原因就是这样。日本媒体分析，有可能是北军当局持续对日本施压，要求高市收回台湾有事发言的刁难行为。那另外呢，我们也都知道在这个23号的时候呢，已经召开的内阁会议啊，高市早苗也拍板这个日本政府也宣布解散众议院16天非常短的选战已经正式开打了，下个月8号就要投票了。那我们看到执政的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会长谷乌圭司形容，这一次的选举形同是否选择首相高市早苗，其实是赌了很大一把如果过了，那当然高市胜利了；如果没有过的话，他的政治生涯可能也会葬送。那另外呢，日本现在的保守派从南华早报的一个报道说是现在对川普的态度日益冷淡，因为心里很担心被抛弃所以这个担忧已经胜过了一切。川普第2任日本保守派本来一开始很开心庆祝他回国。可是呢，现在1年多之后呢，乐观的情绪已经烟消云散了。原因是因为保守派人士担心美国不再是日本国防的可靠保障者。那另外呢，担心中国崛起各方面其实美国并没有缓解东京这样子的一个疑虑。那另外今年呢，川习会有几次大家掐指一算，可能会有4次。那国事会议，也就是川普4月到中国去，月底年底可能这个包括习近平要到美国去访问可能是确定的，因为川普讲了不知道，因为习近平中国大陆是还没有回应嘛他是自己这个直接讲4月他去中国，年底他会来美国，讲的就是习近平，而且他不断的强调，我非常期待见到习主席，他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和习主席的关系总是很好他已经讲过很多次了。那另外呢，《卫报》有指出最近川普说的话是不正确的，讲的是风力发电，因为川普一直讲说我们这个国家很笨中国大陆很聪明中国大陆产了很多风力发电机卖给蠢人包括美国人，自己却不用。北京有回应这是来自《卫报》的一个报道，说没有这不正确中国的风电机装机容量位居世界首位那中国不但没有放弃在国内的风电，反而是世界上最大的风能生产国这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一个回应。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川普自己一直不断的夸耀说，我的对等关税超棒棒，好棒棒，因为让我们的国家获得600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让很多投资都过来了，都激增了。可是我们来看看他讲的话到底准不准确。先来看看，他说他见到了丰田的 CEO， 而且这个人有92%的股份我们来听听看川普怎么讲。Met Mr. Toyota in Japan. So what's your name? Toyota. I said, oh, do you own the car company? Yes, 92%. I said, you didn't have to be that specific. But I said, you're rich.
可是如果你去查一下，其实事实很清楚哦。丰田的现任会长、创办人的孙子丰田章男这一位先生，他个人仅仅持有不到1%的丰田汽车股份，所以跟你川普讲的92%的股份差很多啦。所以是丰田章男是跟你说谎，还是你自己的理解错误呢？包括川普现在志得意满，他说哇，到处都是破纪录的数字啊，所以我应该争取连任第4届吗？那这个很多人看的可能心惊胆战哦，非常的害怕。那刚刚我说了这个川普啊，他自己这个非常的得意说，我们赚了6000亿美元啊，都是关税。可是德国智库有提出报告高达96%的关税成本是美国人民自己承受的，只有4%是外国出口商的这个负担所以川普其实都在欺骗美国人呢。现在美国的状况是什么？因为物价太贵了，超市频传窃案。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监视器画面录下来的，这名男子啊偷走大概价值3000块台币的牛排，然后塞在裤裆里面偷走美国的治安不断恶化，主要还是因为高物价引起的。这是来自于 TVBS 新闻网的报道。来，请教赖老师。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台湾因为是民进党执政嘛，那台独党纲还在民进党内然后赖清德一般来说又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那台独的大佬又认为说他是台独金孙，所以对大陆来讲，他的解读一定就是台独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所以日本要成为台独的一个保护国这样的一个姿态，大陆当然没办法容忍。坦白说，其实如果今天是国民党执政了，如果说郑丽文主张9·2共识，那两岸之间不会爆发战争如果高市早苗说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我想国民党可能会说，我们不会有事，有事是你日本，你把自己管好就好，你不要来管我们那所以我们很明确的知道，就是日本的右翼，就是高市早苗的这个军国主义者，其实他们是挺的是台独，而不是挺的是我们台湾，这是有区别的。那一旦是如此的话，对大陆来说，他当然是没办法接受。那所以中日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紧张了。那现在对于高市早苗来说，突然间又解散这个国会因为今天宣布了解散国会，要重新改选，他赌很大。他的赌其实是精算过了，因为他认为所有的民调都对他有利，他希望选民这一次你们不是选政党，是选我高市早苗，直接选举了。也就是说，如果你们希望我在位置上，你们就把你们的票投给我的所领导的自民党。所以他这次是直接诉诸选民。他说，如果我没有赢的话，也就是我跟这个维新会加起来没有超过233席，那我就会辞职。所以你们要我留下来，你们就把票给我的自民党。我想他这一次的是精算过，然后他认为他会赢，而他赢的话，那他本身就会把麻生太郎的他的造王者的这个派系就压下来了，他就可以直接掌控所有的自民党。这是他在一个在党内最小的派系因为安倍晋三已经过世了嘛，所以他的派系很小情况下，他想要掌控整个自民党的派系，他就直接诉诸选民。我想这是他的真正的一个目的。可是问题就在于说，他本身有关于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然后造成了大陆对于日本的这样的一个制裁的情形下的时候，他一直寄望于美国支持他。可是贝森特在这一次接受专访的时候，贝森特就很赤裸裸的讲了，他说那是因为高市在国会里面他所说的话造成了大陆的反弹，但是还好没有波及到我们美国。那言下之意就是我们美国不会淌这个浑水，我们美国也不会去帮日本，因为这是高市早苗自己惹出来的，他自己惹出来的就他自己去解决。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教董哥怎么看这个事情。其实大家知道高市他跟维新党加起来是不够半的，但其他那些在野党其实也没有背个他。但他想要洗得让自己有够半的民意，因为他在民意才70%多嘛，他假如
我抗中我就有这么高的民意。那第二个目的，他想把他的师傅麻生把他干掉。这一次如果选的话，所有大家都是看他面子来投自民党，那麻生太郎算什么？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等于一石二鸟。那这个当然，等他把新的民意出来的话，他就堆叠可以跟川普见面。你看，我是全世界最新民意，我是够6成7成的选票，对不对？因为他已经打定主意，3月4月之前要见川普嘛，抢在习近平之前。所以他如果把这做出来的话，川普又跟他见面的话，他就可以跟他的国人讲，你看，还是我先见了川普嘛。但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前面已经谈到，川普是很老神在在，对你现在的态度有些冷漠。他说我4月我过去，然后习近平年底会过来。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对高市早苗他不一定能够像他的算盘算得这么好啊。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当高市早苗把这些东西用来赌一把的时候，为了个人声望或者为他自民党能够过半数，那这个对日本来讲，它不是长久之途，绝对不会好嘛。我们前一节所谈到的所有的各国的领袖络绎不绝往中国大陆去，只有高市早苗采取对抗啊，连川普都不采取对抗。川普在跟欧洲对抗，他跟中国大陆不对抗。其实里面最明显的，其实我们刚刚看到了，米雷伊啊，米雷伊是全世界所有元首里面是最抗中的，他是靠抗中当选的。他现在讲的，看看中国在全世界分量你就懂了。他说我一当选我就跟中国大陆断交，跟他做生意没有好下场，他们那边没有自由，都很不安全。他说我绝不跟刺客做交易。大家只要看这种极端的过去靠这个当选的人，最后是怎么下场？最后你在南方市场被孤立啊！今天上午，习近平跟巴西的卢拉打这个电话以后，大家可以看到了，他其实代表的说，我们这已经不是你所讲的川普认为我美洲就是我美国人管的旁罗主义，不是啊。所以这些态势一摆出来，大家知道这就是一个世界的趋势。高市搞错了。是，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时间交给舰长。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川普总统根本就信口开河，有关于他见到这一个Toyota 的会长啊，他讲的这件事情，当然为什么记者会不断的去求证？因为大家都对于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怀疑的。那包含对于中国大陆风能的部分，中国大陆其实我们这样讲啊，它建构了39条特高压，然后这39条呢，从新疆也有，从内蒙古都有。那这一些最主要特高压把电送到沿海的城市，为的是什么？那为的也就是东数西算的部分啊。那这一个部分刚刚讲有关于风能的部分就在这里啊。风能怎么没有？整个全大陆通通都是风能啊。请他下一次到中国大陆的时候，在飞机上面看一看有多少的这个风机啊。所以我们这样讲那个一个国家元首已经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其实我们